带你转达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稍后还有国际政治专家方恩格、方律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好，我们要先看到节目一开始的就是第一岛链哦，现在全面警戒。好，我们分几个区块哦，先看到台海哈，因为最近啊，我们跟共机之间有一些互呛。好，我们先带大家来听一下这一段声音。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立即离开，否则我将予拦截。我是中华民国军事航空器，正在空域执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我的行动。好，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军跟共军之间哦，就互相呛虾的一个音档。好，其实根据无线电的录音啊，我国空军战机在海峡中线以东西美西南西35里处遭解放军机高调的广播宣称，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立即离开，否则我将予以拦截。好，我国空军的飞官当然也听到了，没有做反制哦，那也希望共军立即回转脱离。那解放军哦，还有7艘的共舰也逼近了台海周边，所以国军这边哦就释出了31秒的火力片来进行反击。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创意短片呢是国防部发言人所公告的。好，它其中哦谁越线就直接让他GG，搭配着监控画面以及懂得设界限吗？结合了飞弹射击的镜头，不失战备意味。好，那当然国防部在2天之内侦获了共舰7艘。然后公务船4艘就在台海周边附近来活动。好，那除了台海之间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互呛之外呢，我们看到了日菲之间啊，其实针对的是他们的 EEZ 还有大陆架划界来谈判。好，所以呢，中国的海警岱山号就跑到台湾以东来进行执法的巡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局发言人江略就说，由岱山号率领的中国海警编队正在台湾以东海域来依法展开例行的执法巡查。好，甚至还有辽宁舰也有进行这个在这个东部区域，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画面就很明显台日菲的经济海域重叠。好，但因为中国呢是认为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派了海警船还有那个辽宁号进到台湾的东部海域这边。好，那现在也看到了东海亮舰追踪潜舰运9Q 首度投入了实战化的任务。那运9Q呢，今年3月在东海执行例行巡逻任务时被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战机拦截识别。好，由于这是外界首次确认该型机参与实际的任务，那也被视为运9Q 已经进入正常的常态化战备运用的一个重要讯号。那现在大家就会来做一个反对比，就是日本现在跟菲律宾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好。好，日本你向菲律宾来出口退役的护卫舰，两国的防卫合作进一步的升级。那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奥特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说当中，他也特别提出了群岛哨兵跟海洋自由守护者的概念。那未来也将发扬第一岛链战略地理优势，跟盟邦来携手遏阻中共扩张的行径。那这件事情呢，引发了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认为说现在日菲的结盟抗中是各取所需。这是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汉平，他说，对高市早苗来说，当前在南海周边能够抗中的只有菲律宾。好，那预估呢，日菲关系在升级之后合作的范畴还会全面的扩展，进一步来协同围堵中国。那目前这个3架的 RQ4 全球鹰要从关岛转驻到了东京，那大家就会想说，这就是一个战略讯号。但是现在当地的居民其实有要落实安全的细节跟减噪音。那是美军陆续将3架RQ4 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要从关岛转移到位在东京的横田基地。好，基地周遭有6地的代表都前往防卫省因为他们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要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同时希望尽量的减少噪音等带来的一些影响。好，那当然卢比欧跟小马可仕也有进行通话，他们讨论的就是经济跟安全事项。
那包含的是南中国海和平安全。好，那小马可是跟他这个卢比欧的对话，他们讨论了一个地区的局势啊，还有经济贸易的问题。小马可是就说，这次的通话很有成效，然后呢也重申非美之间牢固同盟的关系。那我们大家就要看到刚刚这个讲到的辽宁号舰载机其实3天密集起降170架次，只字未提安徽号。好，这是日本防卫省在5月26到28，中国海军辽宁号航舰编队在太平洋海域活动的情形。那确认辽宁号舰载机3天密集起降170架次，那主要的范围是在吕宋岛东方海域。29号辽宁舰跟老骚的护卫舰还向东南方来进行航行。那现在向着关岛疾驶的辽宁舰突然掉头回防，那075编队趁机隐身了。我们会看到这是22号，其实舰跟054A 的安阳舰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到了西太平洋。那得知安徽舰跟辽宁舰会合，组成了大编队微恐这个关岛。但是辽宁舰回防台风之后安徽舰却不见踪影。那也没有确认两者是会合呢，还是共同活动。那也没有说明安徽号目前的位置。但是他就说这不是首次因为前2年海南舰就曾经采取过类似的策略，就是先向澳大利亚方向来航行，让外界以为要远航巡航结果呢，在正义使命2025演习的时候，突然出现在台湾东部，展示的就是从东侧登陆的能力，说这是典型的战略欺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第一岛链的态势算是蛮紧张的而且每个区域都有一些状况发生。好，那当然我们刚才听到了台海有这个我军跟共军之间的互呛因为有关战情的部分，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其实我们这一节的讨论可以从这个大两岸到小两岸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大两岸也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大两岸，包括整个就是我讲的是泛指这个整个太平洋那很明显的解放军这个极力想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进入到西太平洋。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辽宁舰它已经这个突破了从巴士海峡那边穿出去。但是大家注意到上面那艘安徽舰是2栖攻击舰，它不是从巴士海峡，它是从北边的宫古海峡，所以可以说是2艘的大型的这种，一艘是2栖舰，一艘是航空母舰，但是采分进合击的方式，分别从2个海峡突进到这个西太平洋。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来，从我们刚刚的这种主持人所介绍的一连串的过程，我们看出来美国跟日本极力想要将中国大陆的海权堵在第一岛链之内，所以他用了各种方法。第一个就是跟日本来讲联合。我们知道日本最近不管在琉球海域来讲，从北边的马毛岛到最南边的与那国岛，它都扬言要部署对舰的导弹，还有这个防空导弹要部署在第一岛链，也就是说这个以岛来这个制空制海，达到这个目的，把这些岛当做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但是如果说解放军慢慢实力强大，试问一下，这些小岛到底是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是跑不掉的靶子那就有待商榷。那这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辽宁舰跟安徽舰已经已经进入到西太平洋。第一次解放军穿破第一岛链是在2016年，也就是辽宁舰从宫古海峡，2018年从巴士海峡。但是从2018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大概所有舰队进出第一岛链已经是家常便饭、习惯的事情。那这是很讶异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经常说日本是这个中国舰队的这种御用摄影师，但是这次居然这个把辽宁舰跟丢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台风上去以后，这日本的飞机没办法起飞，没办法追踪这因为受天候影响，所以把辽宁舰这个跟丢了。那这确实，如果说就第一岛链来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它也要跟菲律宾结合在一起。它不管是要提供菲律宾这个军舰，或者是护卫舰，或者是甚至于要卖菲律宾导弹等等来讲的话，都是在美国的怂恿之下，把这个菲律宾当作看门护院的一个这个棋子而已啦。但是我们回到说小两岸就是讲台海之间。那我们一看到这次的讯息，我记得以前大概台湾海峡这个整个的
这个制空权，制空跟制海都掌握在我们台湾的手上。但是这几年来，很明显的，我们已经没办法再守中线了，中线是已经守不住。大家注意到这则新闻，他这次这个我们台湾的空军跟解放军的空军对峙的地点是在哪里？是在中线以东，是在中线以东的地方，在这边对峙，互相喊话，而且是对方的太这个讲话的语气越来越强硬，居然叫我们空军要离开，这表示说对方比我们强势，但是不要忽略了，我觉得空军来讲的话，如果到了这个位置，如果说一拐头，以现在战机可能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飞临我们台湾的上空，对我们来讲的话，空防压力确实是很重的，但是不要忽略，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包括到这个海面上面，还有解放军的舰艇有7艘在这个地方，那7艘舰艇对我们压力更大。但是我认为说，这次我们放的这个影片其实有一段，我不晓得是我们国防部搞不清楚还是怎么样，居然用标枪飞弹，你标枪飞弹到底是你要威慑打谁啊？那标枪飞弹是打战车的，你怎么拿来对海射击呢？我觉得国防部放这个影片之前，也要稍微过滤一下、简介一下，这个对海攻击的武器跟对陆攻击的武器是不一样的。希望国防部就这一点赶快更正，不然的话传出去会帮人家当做一个笑话来讲啊！你怎么拿标枪飞弹来对海射击呢？已经来不及了，那大概因为你已经看到打登陆战车还可以打但是对于这个7艘舰艇是没办法的。是，好，赖教授怎么看？我还是强调顾立雄要把第1级的这个指挥权谁来做决策，要用白纸黑字写下来，不要只是口头，因为你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军人他会陷入法律上战争责任的很大的问题。是，也就是说，到底是由这个飞官他自己决定开火，还是由这个战区的指挥官来决定开火，还是由谁来决定？还是要由国防部部长来决定？还是要由赖清德来决定？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理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非常严格界定的白纸黑字写出来说由谁来负责。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做好，请顾立雄一定要努力，在这个地方不要再打这个灰色的一个地带，你责无旁贷。你现在是国防部部长，你责无旁贷，因为你放的这个影片，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线的指挥官都可以下令开火，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的话，麻烦您说清楚、讲明白。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不清楚。另外，高市早苗跟小马可仕在会谈的时候就说要把这个划界海域的划界问题，这牵涉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台湾的渔民在东南海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台湾的东南海域，那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黑尾鱼、旗鱼、鬼头刀还有金鱼，这是我们传统的渔场。现在日本跟菲律宾想把它划进去。但问题就是日本跟菲律宾他们没有海域重叠，他们凭什么划我们的海域？更何况我们的北边钓鱼岛是我们的，而且呢，东部里面日本的宫古岛或者是与那国岛跟我们彼此之间有海域的重叠的问题，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另外，这个南部菲律宾的这个巴丹岛跟我们的海域有重叠，可是，在过去我们跟日本在马英九时代签订的台日渔业协议。跟菲律宾也有签订的这个南海的渔业的这个管辖权的问题，那这个都是在马英九时代完成的，是不是？日本跟菲律宾想赖账，想把这2个东西撕毁，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的渔民会构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这个必须我们民进党的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跟我们的渔民说清楚讲明白，你们的权利绝对不会受到影响。但是问题就在于菲律宾跟日本没有海域重叠的地方，怎么可以划这个区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冲之鸟礁，它是人工礁，它不是岛，但是日本一定要把它说成岛。可是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只要愿意上地图，谷歌地图，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钛金属盖起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岛。我们连这个所谓的联合国的所谓的海洋法庭，所谓的都说我们太平岛不是岛，那冲之鸟礁为什么会是岛？这个讲不清楚，讲不明白。而如果它是岛，它没有经济海域；如果它是礁，它没有经济海域；如果它是岛，它可以要求要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认，我们台湾也从来没有承认。所以我们的渔民过去在那地方捕鱼，被日本非法的拦截、非法的扣押的时候，我们以前马英九时代的时候是很强悍的，现在我们变成是很懦弱的。我觉得这一点
是不可以接受的。那日本本身目前来讲，他在操纵引诱菲律宾的，是希望菲律宾是跟中国大陆闹起来，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可是卢比奥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的节骨眼电话给小马可仕，而小马可仕出来了以后，只字不提他们讲话的内容？那会不会是美国也发现你菲律宾跟日本在搞什么？如果失控的话，不是美国人所能控制得了的，美国人怎么可能忍受？所以富有成效这4个字就代表谈的对菲律宾非常不好。好，所以这第一岛链感觉有一些危机所在哈。方律怎么看呢？我旁边有一个台湾政治专家，一个军事专家，我就是一个局外人而已，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不得不说，台湾有一个总统，有时候旁观者清啊台湾有一个总统纪念殖民政府的官员。台湾有一个作家，最近出书获得国际奖，然后一直讲，我们那个时候被殖民有冰箱。那另外左边2个国家在地的韩语要突然说是我们的韩语，而且你们外交部说 OK 没有问题。你们到底是什么国家呢？真的，我真的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像这个时候，日本跟菲律宾这个动作，我觉得台湾是该批评，不是该批评是中共。不是批评中共批评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理解是为什么台湾没有批评。台湾应该要说，你这样子这个动作有点奇怪，根本不是日本或菲律宾的海语，是我们。所以我们在国内不管你立场是中华民国或台湾独立，这个根本是台湾的海语。所以旁边2个国家这样做，我觉得台湾该批评说，拜托，我们都是好朋友，那你怎么把我们排在外面？而且日本。我们都知道，搞事杂苗一直说台湾怎么样等等啊。最近小马可仕也几次说，台湾就是有因为是台湾有事，菲律宾也有事啊。那台湾也是最近几个月一直说我们要跟美国合作投资那个菲律宾经济走廊。结果呢，菲律宾日本有这个动作，台湾都不说话，都很快乐就会接受。我真的觉得很奇怪。那方律有没有觉得这个跟国际的地缘政治也有关系？因为毕竟现在第一岛链嘛，我们都是美国的盟友。我觉得这个跟地缘政治和美国的盟友没有太大的关联。我觉得日本或菲律宾他们自己觉得我们该做的就会做，那他们很明显这次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跟台湾谈，我2个国家的事，就是菲律宾跟日本的事，不管是以后军事合作或经济合作等等，那日本要的，那菲律宾就配合，毕竟菲律宾也是需要日本的投资，对不对？也是需要菲律宾以后卖武器给日本卖武器给菲律宾，所以如果日本说我们要这样做，那菲律宾就会接受。其实我觉得是跟美国没有太大的关联。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大家现在都讲 AI， 确实这是未来的趋势，但更远一点点可能就是机器人的时代。好，以前一轮超喜欢看电影就看机器人，然后就机器人后来就进化可以来刺杀人类。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可见现在机器人确实有在蓄势待发，包含是黄仁勋6月1号的时候也说他们跟宇树科技杭州的一间公司来合作，那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 Plus， 那也被称为是这个系统上面来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行列创新从晶片模型到机器人本体。那辉达跟宇树的联手也被视为抢攻下一波智慧机器人市场的重要布局。黄仁勋说这套系统其实已经拥有了这个整体整合，机器人的人体本体是拥有31个自由度，每只的机械手拥有25个自由度，整机身高大约 1.8 米，重量约68公斤这个身高跟体重就跟它差不多啦好，那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过会冲向 A 股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好，那刚刚因为黄仁勋的这段话其实他有伤，我们带大家来听一下。Today we're announcing the NVIDIA Isaac Brute, a reference humanoid robot
all fully integrated. 25 degrees of freedom on each hand, made by Sharpa. 31 degrees of freedom on the robot, 6 feet, 150 pounds, just like me. 好，我们回来持续来谈宇树这个科技哦。他说，他上市申请已经正式通过上市委的审议，3月20号受获理到6月1号成功过会，那只有耗时73天，创下一个纪录。那也让市场高度关注 A 股即将诞生的具身智能第一股。好，宇树上会呢，那机器人会成为半导体的下一个超级终端吗？现在他6月1号迎来了科创板 IPO 上会哦，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哦是一个机器人公司的资本市场节点，但对半导体产业来说啊，更像是一个讯号，也就继手机啊、汽车、伺服器之后，机器人可能正在成为晶片产业的超级终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产业趋势的发现哈。好，那现在美中的晶片战呢，华为现在是算力阳谋嘛？因为它接连出招，包含在5月25号讲到了涛定律，那6月12号它也有最新的鸿蒙系统。好，那它的开发者大会将在6月揭示全新的这个鸿蒙系统版本的重点，强调 AI 的能力升级。那是华为在这一轮的版本迭代当中啊，致力于把方舟引擎等底层的架构跟用户界面层的 AI 能力来紧密整合，那致力于提升系统的自学习跟自适应能力，也就是更进阶啦。好，那大家对于涛定律真的讨论度非常高哦，像是这个首度上车，实用效能将确定性10言降低至1毫秒。好，这个是华为的高级副总裁哦，他就特别讲说啊，这个启进 GT7 的华为甘锟赤鹿平台是业界第一款基于涛定律开发的数字底盘平台。华为赤兔平台模组利用涛定律，能同时实现启进 GT7 6大领域的集中管控，并把赤兔平台的确定性10言降低到1毫秒，所以它时间非常的快速。好，那大摩最新的闭门会则是有特别讲到5.5兆的美元超级风口爆发，那就讲到的是科技硬核的突破，还是讲到了华为的涛定律，说背后的算力阳谋，说资本只看结果，所以呢，靠着这套硬核的工程极限突破，华为在中国市场的这个份额硬生生从被制裁最惨的6%，现在暴风逆转回到今年第1季度的20%。大摩明确的指出，在制裁的倒逼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必定会在封装跟叠堆技术上面做到极致，所以不容小觑哦。那川普现在也砸1000亿说不漏用拿因为路透惊爆内蒙有稀土人才帝国。内蒙古的这个包头市稀土早就已经不是矿产，而是一套完整的人才生态系。每年都有数百名的年轻学生进入到内蒙古的科技大学来进行研究，毕业后可以直接到附近的国有稀土企业来进行工作，成为从课堂到产业上面的无缝接轨。好，包头市呢，其实被视为是中国大陆的稀土产业的重镇，距离全球最大的稀土矿产区只有150公里。好，当地甚至有一条被称为稀土大街的6线道。好，道路两旁聚集了大量的稀土加工跟研究机构。那目前中国大陆是拥有超过40个专门研究稀土研究的实验室跟科研机构，那以及至少11所开设稀土相关学位课程的大学跟技职院校，那每年培育是500名的专业人才。好，那这美国怎么比得过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路透社报道说，川普跟其他的西方领导人不是承诺说要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打破中国对稀土精炼的垄断。然后呢，还说这个多数学生认为矿业肮脏且过时，因为美国很多学生是这样想，所以还是要改变一些美国人的观点才有办法那稀土战争是美国打败自己的美国吗？因为呢，稀土圈在美国爆出了一个大内战。那《金融时报》披露，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商正式起诉了美国稀土的另外一间公司，那指控对方窃取了永磁体的核心技术。那最尴尬的是，这2间公司其实都是川普政府重点扶持的国家队。一个营运上面是美国目前唯一投产的稀土矿，另外一个则是被白宫视为稀土去中国化战略的关键希望。所以大家说内战最可怕的是什么？敌人还没出手，自己就先攻自己变成瓦解了，就是这个态势。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目前大家对于 AI很看好，很热很热。
那当然，黄仁勋看得更远，他看到的是机器人。我们先问赖老师。中国大陆过去有旧三样，后来发展出新三样啊，那现在已经是新三样了，里面就包括 AI， 包括机器人，也包括这个生物制药、创新药。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它已经直接跟美国、欧洲直接挑战了啊。那美国、欧洲紧张的半死，因为现在创新药这个部分，大陆已经超越美国跟欧洲的创新药了。现在世界各国的大的药厂都已经向中国大陆来下订单。美国现在在全力封锁中国的 AI， 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人形机器人跟过去不一样。我儿子那时候在西门子啊，那时候在同济大学，因为是由学校送过去的啊，去帮他们参加西门子的一个实验室。那时候还在研究机器手背，那时候已经是全世界最尖端的了。是，然后本身都要写这个保密切结书啊，而且严守秘密，连他们的做法我都完全不知道。但是问题就在于，才没几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问世了。是，所以西方在这部分里面，其实原本日本跟美国他们是走在前，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超前了。人形机器人它的重要性，它是可以走入挨家挨户的，它可以走入服务业，可以走入我们家里面的老人看护等等。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很大的特点是它应用，对，所以它完全可以进入。当它完全可以进入家庭的时候，那我想这个世界改变会很大，人形机器人会占有绝对的优势。它不但在承重方面，它在照护这方面，它在服务，它在生产事业，它在方方面面，它都可以取代很多人类的不足的地方，它都可以做。我觉得最主要是情绪性的管控啊，这个跟我们人就有很大的不同。好，那黄仁勋当然也看到这一点，他也希望说这个他能够参与语数。他不过参与语数的其实一部分并不是语数的各类型的机器人，他只参加一款而已。那对于黄仁勋来讲，他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谁？是华为因为你有英伟达、有辉达的这个晶片 AI 晶片，华为有升腾的晶片，但是黄仁勋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可以请台积电，可以请三星他们来做代工。那台积电跟三星他们买这种深紫光、极紫光的光刻机没有被限制。他们没有被任何制裁，没有被任何限制的情形下，所以它涉及到什么程度，他们可以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可是中国大陆没有，它的环境很恶劣，因为美国全力封锁它，不让它有深紫光，不让它有极紫光，那么甚至对于很多原材料、很多设备、很多晶片、很多光学的这个镜片都不准给中国。所以中国必须要自力更生，一切东西都要自己做，一切东西都要自己做。而今天能够做出这种升腾的晶片，可以跟你 H200来 PK， 坦白说，黄仁勋的压力也很大。而当这一次华为推出这种涛定律，它推出的时候，其实就代表它的产品已经出来了，所以它的车子已经出现了，也就是用涛定律所做出来的晶片已经放在车子上了。它是欢迎减震的，因为科学的东西你跑不掉。也就是这个晶片一拆下来，一做测试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效能更好、速度更快。这个对黄仁勋来讲，他当然压力很大，所以黄仁勋就有意的说：“哎呀，这个涛定律也不过是封装的问题啦，这个也落后台积电10年，台积电10年前就做出来了。”错，黄仁勋这一点您真的故意犯错。其实以您的专业技术能力，您那么厉害的，您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解读错误，但是你会这样解读。其实就是代表你有压力，对不对？好，那当然，将军也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黄仁勋跟这个语数合作做机器人，我觉得是为了生意上的着想。你要知道，现在美国还有一家公司要做机器人的，是马斯克所以他们在商业上面当然要竞争。那这次语数跟这个黄仁勋合作来讲的话，很明显的是强联手。那我先讲说，我们这个标题写得很好。语数负责造身体然后 NVIDIA 负责做大脑。那我先讲说语数的身体强在什么地方，这机器人身体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今年春晚的时候，我们看到语数的机器人表演不管后空翻或者是打拳所有动作做得很流畅这个如果说按照这个黄仁勋刚刚在节目里面讲的，他光手握有25个自由度。
那身体有31个自由度，我想说自由度它应该指的是关节了哈，这个活动的关节，只是我们人的关节可能有一个限制，可是那机器人可能360度都可以转哈，代表它，我想说它指的是这个。那你既然有这个自由度来，每个关节在那边转，你看到是一个人形，可是事实上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马达，那马达要动一定要有电池。所以宇树它强在哪里？中国强在哪里？它第一个，电池的这个使用时间可以很长。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宁德时代等等，那它的这种马达来讲，强度应该很够哈。这个我觉得他说身体强，应该是强在这些硬体的方面。那脑袋这个，我想说。辉达提供给他这个脑袋的话，如果做成机器人之后，它可以学习 AI， 它重点是后续来讲可以不断的学习。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们让这个机器人在家里当做家里面这个帮忙炒菜的机器人，那机器人它就会学习啊。第一次来讲的话，你可能他看你表情你才吃的太辣了他可能觉得说，那他学习了你这个人喜欢吃淡一点的，他下次辣椒就少放一点。那有些人他可能一看这个人可能籍贯是四川的，他可能辣椒会多放一点。是辣。他譬如说这个 AI 他就会做这种判断，然后我想说。当然，这种强强联手做出来的话，我最主要认为还是在商业上的竞争啦。那如果说能够做成一个居家机器人，那知道马斯克现在也做机器人嘛，那当然是强强联手哈。再来，我们讲说稀土的部分，稀土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事实上稀土的难在不是矿产，而是提炼的过程之中。提炼过程中，事实上是一种脏活，是污染很重的。然后，而且挖矿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工作。这当初就是美国他们认为说，这个辛苦工作我们不要做，这个脏的工作我们不要做，让中国去做。结果没想到在中国在这方面不断的培养人才，将这个稀土提炼纯度越来越高。那美国现在要再重新开始培养这个人才。可能如果中国不提供它相关的技能来讲的话，它可能还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摸索，才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来精炼稀土。中国是10年磨一剑啊，不过现在美国才请国家之力来进行稀土上面的一些精炼技术发展。方律怎么看？首先过去比如说去年2025年那个时候，黄仁勋有几次访问中国，然后他讲的是。就是 salesman 的角色，就是销售员，因为他要卖晶片。那另外他是一边要中国买，那另外一边要那个时候新上任川普政府同意H200 可以卖给中国，所以他两边跑几次了，他白宫几次，我陪川普出访几次，然后另外去年去北京几次了。他讲的都是改讲的，都是很好听，都说中国科技发展这么好，人才这么好。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等等，但是可以理解他这个动作。但是他这次跟中国这个宇树公司合作另外最近也有那个清华大学顾问团还有加入这个顾问团，可以肯定的说，他一定会引起很多美国的不管是国会议员两党，共和党、民主党，还有学者或国家安全专家。会引起更多的关注跟不满，而且我相信他这次这个案子虽然是更早开始，不是昨天才开始做研发了，就是昨天是才对外发表而已，所以已经是在做一阵子，而且没有对外公布，然后突然有这个新闻这则消息，一定会有美国国会议员的因应的措施，我相信。他们可能今天就已经开始写相关的新的草案，因为目前国会正在审理各式各样的再加强对中国出口科技、晶片等等的相关限制了。那黄仁勋这一次从做一个 salesman 转到跟中国企业这么密切的合作，我相信会有后果，而且会有很多批评。对，因为现在美中的竞逐关系非常激烈那当然，这个黄仁勋跟中国的企业合作，那自然在美国内部还会引发一些争论。好，我们后续再观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伊之间的僵局到现在真的还没有完全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伊朗这边现在祭出了一个新招，就是双咽喉战略，考虑同时封锁的是荷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看到这是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他就特别报道说，伊朗谈判的官员将停止透过中间人跟美国来交换讯息，那同时德黑兰也会采取行动，完全封锁荷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等战略水道来开辟新战线，那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中东战局很多而且很广大家已经不知道美伊的谈判到底到什么节点了那现在革命卫队有讲说袭击美军的基地摧毁目标，他们是反击美国，就说美军攻击了伊朗一处基地台，那革命卫队也展开了反制，攻击一处空军基地。那此前科威特当局也证实遭到飞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我们不透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透过飞弹。我们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好，不知道观众朋友会不会觉得每次谈一谈怎么又回到原点了好，那介入国际虎头蛇尾，纽时说川普其实在重返白宫之后，好多的国际干预行动都是虎头蛇尾，接连陷入僵局，所以令偏好速战速决的他深感挫折。那专家也分析说川普误判美国现有的实力，美方虽然擅长军事行动打开局面，但是最不擅长就是管控当地的政局发展，尤其后续跟进从来不是他的强项，也就是自陷泥沼。这其实也不是美军的第一次但是常常在美国领导人上面有这样的错误决策，为什么呢？太过自信。好，那当然现在川普又塌口因为伊朗放话停止沟通，川普说我根本不在乎他说如果谈判结束了那就结束了如果没有，我认为他们花太多时间。坦白说我真的不在乎，我觉得谈判开始变得很无聊，如果他们退出，那就退出吧。好，只要川普说不在乎，那就是他特别在乎。伊伦在这个一年下年来观察的感觉就是这样。好，那现在伊朗不玩了，暂停跟美国谈判的战火恐怕又再起。那川普就有发文说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又在以迅速的步伐持续进行说感谢各位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确实很关注因为接下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亚洲的能源好，那革命卫队放话说，以色列如果持续进攻黎巴嫩的话，就会威胁开辟新的战场。好，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他现在有双咽喉的策略，也要开辟新的战场来对应以色列的军事扩张。那以黎冲突呢？现在川普也喊要停火。那以色列总理说我们会按计划来继续行动，完全没在管川普呢好，川普为伊朗协议翻脸，内幕曝光因为他彪骂纳坦雅胡，他说全世界都讨厌你们。川普讲这话，其实我认为有点中二了那知情人士是说他们在电话里头川普就骂纳坦雅胡疯了。而且还指责他不知感恩，那彪骂说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帮你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那当然不就是两个人有一点在闹脾气嘛那我们也知道纳坦雅胡之前讲说每次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协议，他都被排除在外，那可见其来有自。那美国现在军事到底还罩不罩得住呢？新华社报道，美中两国的军方在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的一个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的会议。好，那双方就现在的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那说两军沟通有助于避免误判误解。那中方向美方宣称说坚守反对任何以航行跟飞越自由为名来危害中国主权跟安全。好，那他们的坦诚海上军事的安全会谈呢，解放军则说也是坦诚跟建设性的交流。但是对比美国记者艾比马丁他说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准备好了，就在等美国人因为他们看着我说该醒醒了，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的星球被你们失控的政府跟军事帝国给摧毁。好，那当然这是不同的观点我们看到一开始的伊朗的新战略双咽喉的战略封锁，我们先问将军，觉得能够往一个新的迈进吗？我这样讲这个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很明显的，川普想抽腿，
但是有2个国家不让他走，一个是伊朗，一个是以色列啊。为什么讲这2个国家？现在很明显，就以色列来讲的话，你要走了，我自己是不是将来这场战争的目的我没有达到，战略目标我没有达到，所以说我们看到以色列这时候在不停的对黎巴嫩南边来讲发动攻势哦，跟真主党打个不完，目的其实就是想将美军拖入在这个战场。难怪川普这时候会彪骂纳坦雅胡，我要走你不让我走，你在那边继续闹事，对不对？我就还有让我更走不了。那伊朗是什么样的局势呢？伊朗你既然入了这个局哈，因为我们看到后续来讲，虽然说在战斗方面我不见得能够获得这个绝对有利的态势，可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大战略来讲的话，我觉得伊朗现在确实是有利的，因为时间站在伊朗这边，美国川普自己要面临的是国内的通膨、油价的这种飙涨哈，对这个全世界对他的不再信任，然后等等这些自己还要面对的是其中选举，所以时间是站在伊朗这边，那伊朗就借这个机会，我就把你拖在这个地方，你要答应我条件以后，我才让你离开。我觉得这2个态度是这个样子。作战不是你贸然的就动手。我举一个战史，让大家知道说是我们中国人的对战争的智慧，就是1962年的时候跟印度的边界冲突，大家都知道那场战争一开始。这个解放军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一开始就团灭了印度2个旅而且他们号称是王牌旅，2个旅被团灭第3个旅是被打残然后印度有一个旅长，少将旅长已经被这个被击杀，然后俘获了8000多的印度的军队。但那场战争打到这边以后，结果解放军是主动后退，他就不打了，他认为达到目标，他主动后退。这就代表什么？作战你要弄清楚，你这个发动这场战争，你的目标是什么？当你达到你的目标以后，你就要保存你的战力维持，而不是这个继续这个陷于战场里面，自己在那边陷于泥淖里面。那时候解放军很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他的后勤补给，从喜马拉雅山要往前面运输是很困难，他继续往前面打，极可能本来是这个作战胜利，极可能就会遇到失败，后勤补给可能跟不上。现在美军不是也是同样这种情形吗？现在来讲，这个地理上面是对伊朗有利。刚开始美军虽然说获得胜利，可是你从美国本土你要飞那么远的路才能够这个对于在中东现在美军来实施后勤补给跟支援，我们看到美军现在最弱的也是最惨的是它后勤的方面，包括官兵吃的粮食都显得是非常不足我们看到迪里波利上面这个阿兵哥这个吃的粮食不够我们也看到这个从美国本土经过这个欧洲的运输机大量的运输机，中间这个运输的过程还要经过2-3次的空中加油才可以到达战场。那运送弹药也不够，这个人员的粮食也不够。你这场战争就像是解放军当初就知道说，我在这边后勤是我的这个问题，我就主动后撤，我达到我目标就后撤。现在美军是不是也是犯了这种错误？就是你停到那边，你自己不主动后撤，你现在找不到理由。那么这2个以色列跟伊朗根本就不让你走，所以难怪川普现在急到会这个口出脏话，开始骂纳坦雅胡。所以就是没有认赔杀出嘛，所以才造成现在的更难缠的结局。好，赖教授怎么看？川普到底会不会谈判？写了一本书不代表他真的会谈判因为他大部分的谈判都没有谈成。当时俄乌的问题，泽连斯基他就是跟普丁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认为48小时搞定普丁就可以搞定这场战争。他跟普丁说好了，泽连斯基不买单那后来他又去找泽连斯基，找了泽连斯基以后，泽连斯基说好了，那个普丁不买单，所以最后扯到现在扯不出来。是啊，这个就是代表他并不是很会谈判。有些人很会写书，但是本事真的不怎么样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现在伊朗的问题，伊朗在指控他是什么？就是说你变来变去翻三倒四的，我就是15点，然后5个方向，一个就是解除制裁的问题就是封锁然后停战那就是不但要对我停战，也要对于哈马斯，要对于这个黎巴嫩全部都要停战。那我当时跟你讲就是停战，然后就是封锁，核农缩铀就是解除制裁还有我的这个被冻结的资金，我只跟你谈这几项。那你变来变去翻来覆去的话，我没办法嘛。那所以谈崩了。现在伊朗把调门拉到这么高，就是说如果你再启动战争，那我就2个海峡都封，那你信还是不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信还是不信？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不要再继续那么启动这个战争，
所以这个全面性的像过去刚开始第1个月那样的一种大规模的战争似乎不能打，因为如果再打，那周边的国家就卷入战火更大，而且2个海峡如果都封，对全世界对美国的油价、物价那受伤就更重。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打，不大打就小打，不一直小打，军队就被绑在那个地方5、6万人。绑在那地方什么都动不了，那每一天在烧钱，一天至少5个亿，那如果一打那就是7个亿，大打就是10几20个亿。美国政府再怎么多钱也没办法这样烧啊，你一直烧，这怎么得了？好，军队也受不了，一直绑在那个地方，在绑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又受不了的，又要轮调，那你美国的本土又要调动多少部队把它送到前线来？把前线的部队调回去轮休，那这个又是一个大的工程。好，又要做，那你美国做还是不做？所以整个都卡在那个地方。那现在的伊朗的态势很简单嘛，我给你耗嘛，现在已经看出来，伊朗的耗已经不是说耗1个月、2个月，它是要耗数个月，甚至耗1年、2年。那问题是，川普有没有办法这样耗1年、2年，甚至耗个半年？耗不下去嘛，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他越来越苦恼。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他要退回去，说好，那浓缩铀的问题你也不用交到美国来了你也不用完全销毁了，你就慢慢稀释。那伊朗一定会说，那解除制裁呢？冻结资金呢？你一旦都回去的话，人家就会说，那你跟奥巴马有什么不同？那你何必打这场仗？你何必撕毁这个协议？那伊朗这个对川普来讲就里外不是人了。所以我觉得到底懂谈判还是不懂啊？看起来是不懂啊，否则不会谈到这么久。但是方律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当然，川普生意上这么成功，虽然有破产几次，但是还是算是蛮成功的商人了，所以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谈判的能力。可能政治谈判上面比较差。他不是选上2次总统吗？那政治方面也是很厉害，虽然败选1次，但是选上2次了，所以政治方面他也是算很有能力，对不对？但是我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伊朗又做很愚蠢的事情。我觉得川普这么多次，我这么长时间要维持停火。一直给伊朗机会让步，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你可以继续卖石油，你可以继续执政，但是你核武跟导弹的问题要处理，还有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基本上，川普是认为，你们可以继续执政，可以继续赚钱，连你的海外资产我愿意冻结了。但是伊朗一直不愿意让步，一直做很愚蠢的事情，包含。这次他们坚持，他们小弟真主党以色列也要那边也要听我，这个跟伊朗完全无关。我的意思是，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争议，伊朗坚持把 Lebanon 这个议题拉进来，我真的觉得是很愚蠢。而且这方面虽然川普总统对内塔尼亚胡的确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其实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非常难相处，比川普还难相处，真的。我不是内塔尼亚胡的粉丝，我从来不是啊。我基本上是支持以色列，但是我不是内塔尼亚胡的粉丝啊。但是这方面，虽然川普有一些对内塔尼亚胡有不满的地方，但是以色列处理真主党的问题，川普可以说是100%支持以色列，不会设任何限制。川普说我们要停止攻打伊朗，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川普说我们到现在我们要 stop， 那以色列就要配合，以色列不能。